立刻将黑头当堂所供，发往韩州、沙州，请求协查。是。去黑头所说的地方查找赃物。是。卢县尉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这无意中居然抓到了一个如此罪大恶极的凶手。恭喜啊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连李云的死因都还没有查清楚，有什么好恭喜的？方才当着老费的面，我已经承认苏某是无能之辈。你要是不解气，晚上当着喜军、樱桃、老费的面，我再高喊3声苏明是无能之辈，如何？你别以为我是在报复你，我没那么小心眼儿。只是这案子着实蹊跷。是啊，这嫌疑人甚多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一个一个的把人找到，相信一定能突破此案。苏无名、卢凌风，画完了。这么快？草草而就，但愿有用。一定有用。那鸭婆看了都说太像了，以为喜君是神女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更多的州县都能在捕贼官身边配备一个画像师，那就好了。你这是在给朝廷提建议，还是在夸自己啊？都有吧。画像得到当事人认可，我是不是可以骄傲一下？当然值得骄傲。我觉得你的那个建议很有必要，也许未来某一天真能实现。那得多叫些人来欣赏未来大唐第1画师的画作。哎，这个，2天前我在大街上好像看见过他。有多大把握？不敢完全确定。你现在将此画像贴到街口处，若画上人还在云顶，不得叫他出去。是。这个我见过，那天像，真像。开始我并没理会，后来发现，我当时就想，有钱的男人就是会玩，不在秦楼抽馆里看胡姬漫舞，却跑到外面来，而那女子就让这2个男人远远地望着，也不知道收多少钱。这种情况，以前在云顶街上见过吗？没有，头一回。你们呢？没有。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？没几天，3天前。不对，就前天。2天前。啊。牡丹，你认识？认识，还真是牡丹，画的可真像啊！就是画的比本人漂亮了点儿。牡丹就是挺漂亮的嘛，这画的可没她本人风骚。别争了，谁与她熟，找她来。好你个盗贼、恶贼、杀人的贼！还骗老娘说你是什么名门之后，落魄以后才做砖瓦匠，没想到你手上有那么多人命，真是晦气死了！住手！让你去请人，管不住自己的嘴吗？别怪他，都是老熟人了，还不给透个馅儿。再说了，他要是不说明白，那我也不能来呀。怪我眼瞎，看他壮实，还以为他心眼实在，没想到是个杀人越货的。想想真是好后怕呀！卢县尉，这些是从黑头住处的灶堂中找到的。
么有钱啊？那你吃我的花我的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除了这块银艇，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，你花了就不后怕？幸好没花过他的。牡丹，我问你，昨日他是何时到的碧落小站？他贪酒，每天都喝到半夜，到我那时应该是子正时分，对吧？哎，是，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闭嘴！早上离开房间时，大约几时？他离开时应该天刚蒙蒙亮。在此之前，黑头可曾离开过房间？绝对没有。他若是中途离开，那我牡丹魅力何在呀？牡丹所言倒是和黑头的供词搭上了。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。将黑头下云顶狱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说。如实说。牡丹，我说过要娶你，是真心话。哎呀，卢县尉还送我呀，用不着吧？这位牡丹大姐，谁是大姐？人家是小娘子。牡丹小娘子，你虽未婚配，但什么呀？大唐律法里没有规定禁止的事，我就能做。我并没有说你触犯律法，但不可继续浑浑噩噩下去。像黑头这种人，与之交往太危险了。更何况你本是鲜亮之人，应有鲜亮的生活和鲜亮的未来。莫负了你的名字。你说我是鲜亮之人？我自己怎么不觉得呀？对不住啊，卢县尉，刚才我没好好说话，倒是卢县尉说了一番金玉良言，我感激不尽，谨记于心。你可有正经营生？有，我开着店铺呢。那就好，祝你生意兴旺。我信你，以后的日子定会觅得称心的郎君。谢县尉吉言。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就算熟人了？若以后在夜市喝酒碰上，那我一定敬您3杯。哎呀，卢县尉查案不拘泥于案情本身，处处治病救人啊！苏明实在是敬佩。你就别吹捧我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还没主意。我知道错了，真不该笑。我和樱桃这就回去做饭，当做惩罚。嬉笑公堂确实该罚，不过完成了画像也算是有功。功过相抵，今晚不在家做饭，到夜市上去吃，我请客。好。今日刚领了月俸，叫上老费一起，好好吃一顿。至于吃什么，你们来定。我说二位，机不可失，下手要狠。那可得找一个最好吃的地方，让它破费破费。好吃不重要，关键得贵。对，让他老瞪眼睛吓人。哎，
追查嫌疑要犯，哎，还悬赏哎！悬赏，哎，之前没见过这人啊。是啊，没有悬赏。来了吧？你们不认识？干什么呢？站住！知道了，悬赏。轻功了得呀！我哪会什么轻功啊？不会轻功，爬墙爬得这么溜。翻回去让我看看。啊！翻回去。出去。回去。出去，回去，出去。说，我是杭州人，在老家也无生计可以过活，故想去沙洲碰碰运气。前日一早来到云顶，囊中盘缠无几，我害怕西行饿死途中，故而想到我那堂兄李云。所以你给他写了信。信？什么信？你没给李云写信说你来云顶了？给他写信管什么用啊？哼！几年前我途经云顶，当时我登门拜访，他却不留我住在家中，结果我只能自己找了客栈住下。他来看我的时候，就带了2张胡饼。还写信，哎，我只想着入夜以后啊，到他那布店走一走。你想去偷盗？想了，哼，可没等我去，他就来了碧落小站。堂兄，李门，你并未给李云写信，所以在碧落小站见到他。甚是意外。对呀，哎，当时我还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？我跟城门的士兵很熟，是他们告诉我你来了云顶。哦，可是城门的士兵怎么会认识我啊？喝酒时我跟他们说的，我还有个堂弟。哦，原来堂兄还这么挂念我这个堂弟啊，是我误会了。你这房间又阴又潮，味道实在难闻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堂兄。你这大老远的跑到这上仙坊来，不会只为看我一眼吧？对呀，这不都看到了吗？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不用送，不要出这个门儿。哎呦，堂兄，实不相瞒，我此来云顶，说是路过，实则是走投无路，可否请堂兄帮帮我？我张嘴跟他借钱。他却说最近迷上了斗鸡，输了很多，不肯借我。哼！他出门以后，我就想，他肯定不是来看我的。当时我听到上楼的脚步声，入住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本城男女优惠，多会选择这种家庭客栈，所以我倒是要看一看他跟谁，然后我就告诉他家里的娘子去。娘子，你跟着我？上来跟陌生女子幽会，我告诉沈平去。哎，别！想让我替你遮掩啊？给我5块银挺，我要去沙洲开洞窟，此后定能养活自己，绝不再来云顶找你。5块银挺？你疯了？怎么了？你老丈人给你留下全云顶最大的布店，5块，多吗？不给是吧？
不给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！你敢？你敢要挟我？你敢要挟我？你要挟我？你王八蛋！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，还敢敲诈我？我还就敲诈你了！今天这钱你要不给，我就把这件事弄得满城皆知！楚斌，鬼呀！咋，吓成这样，见着鬼了？楚斌？对呀，他都死10年了。生前与你很熟？她是李云先前的妻子。不对，他二人并未行合卺之礼。不过楚斌生前就最爱戴面衣了。我昨夜见到的真是女鬼啊，和楚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啊！李门，别跪着了，来，起来，腿慢。把你所知道的过往都跟我们细细道来。谢谢。那时我爹娘还活着，家境富裕，我就常来云顶游玩。堂兄，李门，堂兄，这位，你不会娶妻了吧？为何不写信告诉我爹啊？他叫楚斌，跟我从东都来到了云顶，成婚乃人生大事，需要从长计议。若真的有喜事，我定会写信给二叔，并请二叔来到云顶为我们主持。哎呀，这还差不多嘛。楚斌，我未来的大嫂，小弟李门，这厢有礼了。幸会李公子。来，堂弟。楚斌手艺这么好，堂兄有福气啊！不只会做饭，还会写字。真的？你来。他为书铺抄书，1个月挣不少钱呢。李公子快坐，你们堂兄弟难得一见，应把酒言欢，彻夜长谈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如此美丽贤德的女子，堂兄，你好有手段呢。过了1年，也就是10年前，我记得也是这个季节，那天是寒食，我又来到了云顶。堂兄，堂弟，你来了。这谁的棺材？楚斌，你可知楚斌是怎么死的？李云说他是突发急症而死的，可楚斌这年纪轻轻的，能有什么急症？我怀疑就是李云有了新欢，把他逼死的。可怜楚斌，窈窕淑女，内藏锦绣，生于东都却死于云顶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何抓我？我何罪之有啊？没罪，你跑什么？你们把我画像贴在街上，我心虚呀！我心虚是因为你杀了李云。你什么？李云死了？
定是楚斌的鬼魂索了他的命啊！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测呀。那就说说你的猜测。上官，10年前我就觉得楚斌死得很蹊跷，现在想来，应该是李云为了顺利与沈平成亲，害死了楚斌。这种事儿可不敢瞎猜呀。不是瞎猜，他们回到了云顶，李云因学裁缝手艺认识了沈平，继而喜新厌旧。楚斌向我写信诉说过此事，字里行间皆是血泪。此时虽然已过10年，那信就在我包裹里。我包裹呢？小郎敬启，突传信间冒昧之至，展言明义。李云将负我矣。愿小郎此刻得闲，听我叙说。李云新进学裁剪于布店，识得店主之女沈平，而愈发疏离楚斌。然楚斌亦知2人为生，得需花费，无安身立命之本，难矣。故无法阻其学艺。若不阻之，李云将与沈平成鸳鸯，留楚斌做孤鸟，楚斌亦难矣。小郎知我与李云情深，难舍难别，可否出手相助，劝李云回心转意，拜谢再拜谢楚斌。此信确像10年前之旧物。卢县尉，苏先生，李门不会武功，爬墙上房的本事我是见到过的。从这里爬下去的话，对他来说不是难事。爬下来，这么高，除非是遇到鬼，吓得，二位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老人家，昨夜您是不是遇到一个从上面爬下来的人？对啊，面色慌张，一看就是遇到鬼了。因阿婆卖烧纸，又开这私家客栈，孤魂野鬼可都抢着来住呢。你看，可是这个人。哎，就是他。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吗？天刚黑，我呀不排夜市，当时我正好收摊回来。戌时？对，也就是戌初时分。好嘞，多谢您啊，祝您生意红火。李门从上面爬下来是戌初时分，咱们恰巧碰到了见证者，可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啊。倒也不排除李门再次回来杀人。这个李门言辞闪烁，确有很多可疑之处，回去再审。李门，从碧落小站逃出后，你又去了哪儿？哪儿也没去。索隆，这个李公子不想如实交代，按县县的规矩，当如何？拖出去，先打20大板。别！我说，我去了天一布店。你已抓到了李云的短处，不会是去敲诈了吧？贵客，我们闭店了，做衣服您明天再来。是啊，这位公子，这天黑了看不清楚，要是挑布料的时候走了眼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哼，你们看我这副穷酸样，像能做得起新衣服的吗？
我要见沈平。李公子，我家夫人才睡下。睡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男人出去他也不管啊？这1年以来，我家夫人身体羸弱得很，连吃顿饭都累得慌。不过她睡不久的，最多1个时辰就醒。现在我却不敢硬叫醒她，万一吓着了，那可就罪过了。1个时辰。哎，好，我等他。我可是李云的堂弟，你们不得给我准备点吃的喝的，让我别空着嘴等啊！我吃饱喝足了等，一直等到了亥正时分。还真是堂弟。嫂夫人，才几年不见，你怎么病成这样了？这过了30，就1天不如1天了。兄弟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李云不是去寻你了，你们兄弟俩没见到面。李云他根本就不是去寻我的。看样子是吵架了。吵归吵，闹归闹，都是亲戚，可不许记仇啊。他真不是去找我的。是你来的信，主人看了你的信才走的，不是找你又是找谁呢？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信啊。你看到信上是我的字了？我不认字。嫂夫人看信了？你堂兄没给我看啊。这不就得了？他心里有鬼，能给你看吗？我确实是在我住的客栈碰到他了，可他……嫂子，你先让仆人出去。毕竟是我堂兄，看在伯父的面子上，我总不能让他在仆人面前出丑啊。可我那堂嫂沈平，她……哎呀，兄弟啊，不是嫂子说你，你与我夫同姓李，怎么能胳膊肘向外拐呢？嫂夫人何意啊？刚才这番话，你就不该讲，最不该在我面前讲。啊？你是穷困潦倒，想让我家救济，你堂兄恨铁不成钢，生了你的气，没给你钱。哎，不是啊，也怪我，出门的时候只给他拿了1小块银锭。你在这等着，拿上这2块银锭，走吧。我本来是认亲的，但是你说了我夫君这么难听的话，以后也就不用再登我们家的门了。嫂夫人，我……李公子，送客了。那可是沈平给我的，我后半辈子能不能翻身，就看这2块银锭了。你们可千万不能收了去啊！你说的可是这2块？对对对。将黑头处搜来的赃物拿来比对。这些银锭是我爹留给我的，都不大，是为了方便布店的生意。今日在县谢，夫人为何不提里门敲诈一事？这也不能算是敲诈吧，有这么一门穷亲戚，总要破些财的。这不也是为我夫分忧？再说，家丑不外扬。夫人贤惠，只是贤惠的有些过头了。里门是什么时辰离开的？子初时分，送他出门时，我听见打更了。里门的口供和天一布店的主仆倒是印证了。如你所断，李云死于亥时，那里门就没有时间作案。是啊。但我还是要把这个李门关押在云顶狱，直至真相大白。
可有原因？卢县委，李门说，他曾用烛台打过李云，事发于2楼，但在2楼房间内并没有发现对应的烛台，却在李门所住的1楼房间内被喜君发现了。那就有可能是凶手杀人后又重新布置了现场。哎呀，卢县委，你对杀人现场排查得如此仔细，令苏某佩服啊！行了，如此的吹捧我，你不是想让我尽快发你岳凤吧，苏明？正有此意。那还不快速速分析案情？你以为岳凤是白拿的吗？哎呀，目前还有2个可疑之人，一个是那个面衣女子，而另一个就是那丑陋女人。卢县委，卢县委，面衣女子找到了，在哪儿？阿远客栈。徐老板，怎么样了？绝了，绝了！她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，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。多年来终有一见，虽死无憾了。那徐老板必是再续前缘，圆梦重温了。龌龊！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，那这几块银挺，你不是白花了？你就说你这点出息，俗不可耐。2位，咱们这边走。就是这个房间，人就在里面，号称是见客人。何人？客人。没有事先约的，算什么客人？云顶县尉查案，从速开门。我叫林贝，家住东都附近的北邙山，到云顶，今天正好1个月。至于我是来做什么的，若2位已经见到了刚才出去的徐老板，应是已经知晓了。那天我是去了碧落小站，听到其他房间里传来打斗声，我便举灯去看，原是2个男人，一个见了我。鬼呀！他仿佛是真见了鬼，竟越窗而逃。而另一个，楚斌，10年了，我们阴阳相隔，你还好吗？我知楚斌也是东都人，不然我不会接这单生意。我化作楚斌与他相会，是为了却他的思念之情。不想，他到了客栈不来见我，却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与一个男人纠缠撕扯，真是好生无聊。我心下不悦，便走了。想与你相见，需要提前预约。那这个李云是怎么约到的呢？是通过另一个人，他的朋友。掐他！掐！刘黑他，你倒是给我过去！掐他呀！掐！不要因为他的名字就掐他！给我掐！掐呀！我的刘黑大败当冲，给钱！你叫方炯？是我。
约斗啊，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，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。谁找你斗鸡啊？这是本县卢县尉。单刀降群魔，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。您的威名如雷贯耳，在下方雄，见过卢县尉。方兄客气了，你斗鸡很厉害，我有所耳闻。走吧，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。你可知斗鸡大多关涉赌博？知道，有碍公序良俗，但并不违大唐律法。皇家不也总斗吗？如果县尉觉得不妥，以后不斗便是。今天叫你来，却不是因为斗鸡，那就是为李云了。啊，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，沈平已去任过师，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？好友故去，你好像一点儿也不悲伤啊。悲了，但也不能一直悲呀，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。闻讯后，我大哭一场，擦干眼泪便去斗鸡。或许明示正是我辈。再说了，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，对吧？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，恐留许多遗憾，岂不是白活？方兄洒脱呀！李云死了，他可有遗憾？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。此话何意？最近他常跟我念叨，10年前楚斌暴病而亡，如今他上了些岁数，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，朝思暮想，无一日可忘怀。他说，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，婉转缠绵，虽死无憾。这还真就死了，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。这么说，楚斌与李云的事，你很了解？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，是同窗，可惜念书我俩都不刻苦，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，便相约离开了云顶，去长安闯荡。奈何长安米贵，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？我便回了云顶，他则去了东都。2年后，带回了楚斌。不愧是东都女子，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。不只会写字，还会弹琴呢。啊！楚斌是怎么死的？说是病死的。那年我做点小生意，往返于韩州和沙州，很少回云顶。等我再回来时，就得知楚斌已死，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。近2年，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，不愿意四处奔波，回到云顶常住，迷上了斗鸡，有输有赢，只图一乐。我带李云去过几回，嘿，他也迷上了。你说这斗鸡多有趣，可他赢是少，输是多。面衣女子叫林贝的，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？对呀，他整天在我耳边说想念楚斌，为解他相思之苦，我便去找了林贝。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，只要你能跟她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，不出几日，她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。我自幼拜师学杂艺，所谓杂艺，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。当然，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，无论是走路的姿势、说话的声音、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都要学得像。这女子来云顶1个月，也就做了那么3、5单生意，据说雇主都对她极为满意。10日前，我便下了定金。
到了前天，像，真像。像吧？哎，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，这是人家的规矩。他就是我要的楚宾呐，我要拥他入怀，怎么不可？你疯了！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？我要和他见面，彻夜缠绵的那种。这可难了，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。让。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。这人着实有趣，我见。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，我自会写信给他。信是我写的，亲自送到了天一布店的门口。天一布店的女店主说，她亲眼看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，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。可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在李云身上找到这封信，因为根本不在他身上。楚宾，10年了。我们阴阳相隔，你还好吗？信呢？我觉得他根本不配与楚宾再相见，就拿回信走了。那信在哪儿呢？那儿。为了模仿楚宾的字迹，我练了好几天。若不让它化为灰烬，怕是鬼魂真是要来附我的身了。可否请林小姐再写一封？对不起，对我来说，这单生意已终结，我便写不出楚宾的字迹了。在案件未了之前，你不可离开云顶。若要更换客栈，需提前告知公信。我也没那么急着走。卢县尉请回，有任何事，方某随叫随到。再有就是，不知是否有幸请卢县尉去家中小酌呀？好，多谢。待探破此案，再择时机。就这么说定了。方某告辞。这个方琼所言，与林贝说的，倒是都对上了。何止是对上了，简直是严丝合缝。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，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万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
故园半亩花开花又落，临风一世无名白首，赤子心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